UHP 变速箱电脑的诊断识别和数据克隆。那我们先选择宝马，出来之后车型很多车型。如果说你不知道你目前模块属于哪个车型的话，你可以直接输入 6HP 在这里搜索就可以了，点击搜索。搜索之后呢，出了很多的型号，我们只需要看 ECU 这里，它会显示你的芯片 6HP TC6766的芯片，我们点击就可以了。由于这个变速箱电脑只能在平台上操作，车上 OBD 是操作不了的。这个选项呢，只有平台这个选项，点击平台即可。点击平台之后，进来一个界面，那左边是经验图，右边是功能双镜像接图。出来详细的接图，一共要接到6根线，看低看高，2根电源加2根地线。我们之前已经将接线接好了，接线很简单，只需要对颜色即可了，将针脚插头相连接即可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擦掉这个接图。右边的功能一共有4个功能，第一个是接图，下面3个是主要功能，一个是识别诊断，下面2个是备份数据和恢复数据。备份数据和恢复数据加起来是一个功能，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克隆功能。我们从原车的变速箱电脑中获取到数据，写入到我们要猜测的电脑中去就可以了。这个是克隆，克隆里面的配置文件、各种信息、增加号、ISN 码之类的。然后克隆之后的模块呢，装车、集合通讯可以正常上车，不需要做什么在线编程匹配之类的。我先点击识别，点击识别的前提是你的接线是完全正确的。好的，已经识别出来它的增加号，那说明我们这个模块呢是可通讯的模块，而且我们的接线是完全正确的。那为下面的克隆数据和读写数据做了铺垫。我们点击备份数据，在操作的时候，如果说你不确定你的接线模块是否是正常的话，你最好先用识别一下这个功能，它可以帮助你去确定你的模块是否通讯，你的接线是否正常。好了，开始已经读取里面的数据了。先读取 P flash 的数据，一共有12个区域，读取的速度还是很快的，已经到了30%的左右。只要我们的模块识别成功之后，接下来就不要动它的接线和连接了。识别成功，说明你的接线是没有问题的，而且设备是连接正常的，不要动它。如果说你在操作的时候动了什么接线，动了什么模块的话，很有可能这个数据是读不出来，或者是更有甚者，你的模块会导致不通讯。数据已经读取成功，它会弹出来一个界面，让我们保存这个数据。你可以保存在你熟悉的目录。现在选择 F 盘，点击保存即可。好了，这个就是保存数据已经成功，已经读取到里面所有的数据了。那我们克隆的话，点击恢复数据即可。比方说，我现在已经接上了我们的2手猜测键，点击恢复数据，它会提示你数据已经是否备份，因为刚才已经备份了，点击是即可。好，我们加一下我们刚才克隆的原车数据，点击
写数据呢，先写地图拉线，再写批复拉线。批复拉线呢，已经写到第10个区域了，已经到达了15%的，只需要耐心等待，差不多2分钟左右的时间。说很危险的一点是什么呢？如果说你这个时候在写的过程中将接线拔掉，或者是突然断电，比如说家里突然停电的话，你这个写的时候终止的话，那你很有可能这个模块会怎么样？会导致空顺，数据没写出去，没写出去的话，会导致芯片损坏或者加热的情况，就会很可怕。所以说写数据要比读数据还要谨慎一点，写的时候要保证你的接线就可以。好了，数据已经写到70%了，你稍微等一下。克隆的话就是将原子模块里面的所有数据，包括笔记文件啊、一些车架号、一些 ISM 码，全部读出来，写到我们要换的采集机里面去。写到采集机里面去呢，就不需要去做编程、去做图、去做撰写，因为你的数据已经包含了所有的编辑文件，你装车直接可以从车直接可以启动了。克隆的好处。好了，它提示恢复